皇后还想要个孩子，你既好生养，便再怀一个。让我看一眼孩子，这是第二个了。这孩子从此是皇后的嫡子，温淑妃莫要多想。陛下，求求你让臣妾抱抱他，就抱一下。宫中人人都说，若不是皇后当年随陛下征战伤了身子，再不能孕育子嗣，这宫里根本不会再有其他女人。我这个太师嫡女，不过是用来延续皇室血脉的容器罢了。淑妃娘娘，皇后娘娘有令，请您过去成婚定喜。娘娘还没出月子，身子还没痊愈，无碍。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。淑妃来了，脸色这般难看，可是对本宫有什么不满？臣妾不敢。那就好，你既入了宫，就要明白自己的本分。陛下娶温淑妃是看中温太师在文臣中的声望，需要温家稳定朝堂。至于你，不过是个生育的物件，替本宫生下皇子公主，便是你唯一的价值。温淑妃方才进来时，眉头微皱，是对本宫不敬。跪到院子里清醒清醒。睡吧睡吧，我亲爱的宝贝。膝盖从刺痛到麻木，再到彻底失去知觉，眼前开始发黑了。陛下驾到！怎么让他跪在雪里？皇上，臣妾不过教他些规矩，他就摆出这副病恹恹的样子。陛下知道的，臣妾将门出身，性子直，没有那些弯弯绕绕的坏心思。皇上，淑妃晕倒了。罢了，抬她回去吧。醒了，太医说你是产后体虚，又受了寒，皇后也是无心之事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臣妾明白，皇后殿下是陛下发气，臣妾自当敬重，不敢有半分怨怼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温令宇会含着泪求我见见孩子，会在被我拒绝后咬着唇不说话，眼睛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。可现在，温令宇眼里什么都没有了，像一潭死水。孩子的事养在皇后名下，是嫡子，往后是皇儿的福气。臣妾卑微，能得皇后娘娘抚育皇子，是陛下与娘娘的恩典。这个男人曾是我闺阁梦中驰骋沙场的英雄，我为他写过诗，画过像，如今他就在眼前，穿着龙袍，说着最伤人的话。陛下，皇后娘娘亲手炖了参汤，说雪天寒，请您过去暖暖身子。小殿下也等着陛下呢。淑妃，皇后她不能生育，朕对她总有亏欠，你是懂事的，多体谅些。若是再有孕，孩子便留在你身边抚养。陛下登基3年了吧？是，娘娘。北疆安定，南方水患也已治理，朝堂上太师主持文官，与武将一派虽偶有争执，但大体安稳。那就好，终于可以去死了。3年前，长子被抱走那夜，我便想过死。我是温太师独女，若非新帝登基，朝局动荡，我本该嫁得才子，过一世清贵自在的日子。
我曾爱慕过那个从北疆归来的英雄，我怀着隐秘的期待入宫，直到怀孕4个月时。阿叔放心，朕心里只有你一人。温氏不过是为皇家延续血脉，等孩子出生便抱来你膝下抚育。字字如刀，但我不能死，死是自昌大罪，会连累父亲。现在天下太平，我这个棋子终于可以解脱了。母后，淑妃来了，还以为你身子不适不来了呢。公主满月是大喜，臣妾自然要来。玉儿，来，见过淑妃娘娘。淑妃娘娘安。大殿下真有礼数。淑妃坐吧。说起来，淑妃毕竟是公主的生母，还没抱过孩子吧？今日满月，也该让你抱吧。不哭不哭，母后在这儿呢。到底是养在身边的亲，生恩不如养恩大。淑妃娘娘到底年轻，不会抱孩子。淑妃莫怪，公主认生。是臣妾手脚笨拙，惊扰了公主。皇后娘娘养育辛苦，臣妾感激不尽。陛下，臣妾身子不适，先告退了。去吧，好好休息。真像一家人，但那是别人的天伦之乐，与我无关。陛下，起来吧。皇后给公主取了名叫安宁，朕想着你毕竟是生母，该问问你的意思。皇后娘娘是公主的母亲，娘娘取的名字自然是好的。你能这样想，很好。大皇子满3岁了，该开蒙了，皇后会亲自为他择师。臣妾静听。朕想着你以后少见大皇子为好，孩子还小，若知道生母另有其人，恐生事端。只认皇后一个母亲，对谁都好。臣妾遵旨。你可是心有怨见？臣妾不敢。不敢？温令宇，你这般模样可是心存怨见。既心存怨见，如何能在安心为皇家开枝散媚？陛下若担忧子嗣，大可广纳后宫，遴选贤淑女子。臣妾无能，恐负圣望。你，朕与皇后有誓约在前，纳你一人，已是违背当任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誓言，朕岂能再负他？臣妾誓言，陛下与皇后娘娘情深意重，是千古佳话，臣妾恭送陛下。娘娘，您这是何苦啊？碧兰，就这一次。什么？就只哭这一次，以后不许再哭了。不值得，为他一点都不值得。淑妃娘娘，起吧。姑姑，我家娘娘身子还没好，这是要做什么？昨夜陛下从娘娘这里离开时面色不悦，定是娘娘伺候不周，惹了陛下生气。皇后娘娘体恤，特命老奴来请娘娘过去教教规矩。淑妃可知罪？臣妾愚钝，请娘娘明示。愚钝？本宫看你是心思太多。昨日陛下晕尊降贵去看你，你却不知感恩，反而惹得陛下动怒离去。这便是你温家教出来的规矩，便是你京城第一才女的修养。看来你是不服。哼，也罢，既然规矩没学好，本宫今日便亲自教你。你便在这公道上跪下，将女诫与内训背诵100遍，何时背完，何时起来，也让6宫都看看，不敬陛下，不尊皇后，是何下场？
卑弱第一，古者生女3日，卧之床下，弄之瓦砖，而斋告焉。德性彰第一，凡为后妃，德性为先。停！背的倒是流利，可见平日只读死书。你父亲温太师号称天下文宗，便是如此教养女儿的。教出你这等不识大体、不系君上的女儿，她也有失察之过。皇后娘娘教导臣妾，臣妾甘受。但臣妾父亲一生忠君体国，夙夜在宫，为稳定朝堂，安抚天下文人学子，呕心沥血，从未有片刻失职。娘娘此言，臣妾万不敢认，亦恐伤及忠臣之心，有损陛下圣明。你敢顶嘴？好一个忠臣之女，好一个牙尖嘴利！来人！这里在闹什么？陛下，您看看淑妃，臣妾不过略加教导，她便抬出温太师来压臣妾，句句顶撞，毫无悔过之心。臣妾一时气急，才……淑妃，你可知错？皇后掌管六宫，训导妃嫔乃是分内之事，你出言顶撞，以下犯上，惹怒皇后，该当何罪？臣妾知罪，任凭陛下与皇后娘娘处置。淑妃言行失当，冲撞中宫，即日起迁居长禧宫，闭门思过，无诏不得出。谢陛下恩典。摆下！娘娘，咱们回宫。收拾东西，迁宫。娘娘，碧兰，你觉得我这些年是不是太忍让了？父亲教我以柔克刚，教我顾全大局，我忍了3年，忍到孩子被抱走，忍到桂雪受辱，忍到今日这一巴掌。可我得到了什么？娘娘，您是为了老爷，为了大局，为了父亲，为了大局，所以就要一直做砧板上的鱼肉，任人宰割，连自己的孩子都护不住，连父亲的情都要被人随意践踏。忍让换来的只是变本加厉的折辱和永无止境的剥夺。去将我那个紫檀木箱取来。这是入宫前那页画的，仔细些，莫要弄脏损坏，好好收着，日后有用得着的时候。娘娘，您不打算什么？陛下何时去西山阅兵？3日后。好，你去替我办件事。朕去西山几日，你好好养着。臣妾恭送陛下。这是跨羽膏，你擦擦。谢陛下。娘娘，扫了吧。听说了吗？淑妃娘娘入宫前有个青梅竹马的心上人，那是位翩翩公子。当真？难怪他整日对着画卷垂泪。那画上的人竟不是陛下，流言都传遍了，说是原本要定情的，圣旨一到，秽乱宫闱。温令宇，你好大的胆！陛下离宫不过1日，这等安杂流言便甚嚣称上。是你耐不住寂寞，还是你温家本就家风不正？
流言无稽，娘娘明鉴。空穴不来风，你昔日那些清高姿态，莫非都是做给陛下看？心里却装着别的野男人。等陛下回宫，本宫定要禀明，彻查你温家。陛下不会动我。你说什么？陛下对臣妾并非无情。啊！你装什么？陛下与本宫少年结发，他早许我一生一世一双人。那你不过是为子嗣，为你温家，你在他眼里不过是个容器，他怎会对你动情？娘娘与陛下情深，臣妾不敢比拟。只是臣妾近日读史，见前朝立帝与元后许氏亦是患难夫妻，可立帝登基后，最终竟欲杀妻灭子。帝后离心，并非虚妄，情深有时也抵不过血脉亲情的牵绊。更何况如今宫中皇子公主皆出自臣妾，陛下便是顾念骨肉，偶尔垂君长信宫，亦是人之常情。贱婢，你敢诅咒本宫，欺负本宫无子！来人！按议乱宫议，诅咒中宫论处，停章30，给本宫狠狠的打！娘娘，你何苦激怒皇后？不激怒她怎么会迫不及待的想让我消失呢？这宫里教会我一件事：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唯有以血还血，以牙还牙。这成色配淑妃倒是极好。陛下，宫里急报，长信宫走水，淑妃娘娘没了。不可能，温凌雨，没有朕的许许，你怎敢去死？人呢？陛下，祸事太忙，等发现时，偏殿已……朕问你们人呢？你们都跑出来了，淑妃为何没能出来？陛下饶命！昨夜皇后娘娘封了宫，不许任何人出入。守门的嬷嬷拿了手令，我们想救也进不去啊！封宫？皇后为何封宫？殿下饶命啊！说，皇后娘娘，前日对淑妃娘娘用了停鞭，说是淑妃娘娘秽乱宫纪，要严加看管。廷杖，封宫，温令瑜那般娇弱，他如何受得住廷杖？朕不在的时候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陛下，陛下怎么连夜赶回来了？臣妾正想派人去禀报这长兴宫失火。你封的宫？淑妃行为不检，秽乱宫廷，臣妾依宫规惩戒，暂时封宫查证。秽乱宫廷，证据呢？有宫人亲眼所见，淑妃私藏男子画像，日夜相对，分明是思念旧情。画像何在？这大火烧了，自然。好巧。陛下，
这等污秽邪佞之物，看了只会脏了您的眼。春日游，杏花吹满头。陌上谁家年少，足风雨。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，纵被无情弃，不能休。这字迹是我令媳亲手写的，这种画法若非倾注全部心思，日夜临摹刻骨铭心，怎能画得如此传神？你说他私藏野男人的画像，你说他秽乱宫闱，这是朕，这画中人分明就是朕。这是他入宫前画的，藏在嫁妆箱底。3年未曾示人的我，但是我从未发现。朕与皇后有约在先，纵被无情弃，不能休。他写下这句时，是怀着怎样的心情？是早已预见会被无情抛弃，却仍抱着一丝执念吗？陛下，臣妾不知这画上是……你真不知道？皇后，你看看这画，看看这字，这是朕。你告诉我，他藏一幅朕的画像，日夜相对，是有什么罪？臣妾只是听宫人传言，他这等是损了皇家颜面。传言？就凭几句传言，你对他用廷邦、封公，你让他一个人躺在偏殿里，身上带着伤，连大火烧起来都逃不出去。你信不信我让你给淑妃陪葬？陛下，陛下饶命！皇后，那是2条人命。他刚生下安宁不到2个月，就这么恨他，恨到要他死。臣妾没有放火，是意外失火。意外？封公是你下的令，廷章是你动的手，没有你封公，他会逃不出来。苏荣书，朕告诉你，他若有事，唯你是问。陛下是要为了一个死人责问臣妾吗？臣妾与陛下少年夫妻，生死与共。陛下如今竟为了一个枕边旧人，这般对臣妾。枕边旧人，这便是朕发誓要守一辈子的人，简直让朕觉得寒意彻腹。回你的凤仪宫去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不许踏出宫门半步。陛下，滚！纵被无情弃，不能休。进来吧，我都看见你了。那时朕只觉得他温顺，如今想来，那眼神里分明藏着小心翼翼的倾慕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那眼神消失了呢？是从朕抱走第一个孩子开始，还是从你一次次跪在雪里、跪在公道上开始？亦或是从那夜朕说出朕与皇后有誓约时，就彻底熄灭了？
原来朕亲手碾碎了他所有对朕的爱意，直到失去你，我才知道我们再彻底回头路。退下吧。那是3年前的朕，是温令宇眼中的耶律臣。如今朕坐在这至高无上的位子上，却再也找不回画中那份飞扬的神采了。流水空沙落下，你的身影如花。臣妾给陛下请安。淑妃也喜欢梅花。陛下，您希望这孩子是皇子还是宫女？皇后喜欢皇子，若是皇子便好了。臣妾也希望是皇子，能为陛下分忧。陛下，那是臣妾的孩子，为什么？求您让臣妾看一眼。这孩子从此是皇后的嫡子，你莫要多想。那是3年前的朕，是温令宇眼中的耶律臣。如今朕坐在这至高无上的位子上，却再也找不回画中那份飞扬的神采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问过朕喜欢皇子还是公子，再也没在御花园折过梅花，再也没在宫宴上偷看过朕。臣妾明白，臣妾不敢。谢陛下恩典。朕那时只觉得你懂事省心，现在想来，那哪是懂事，那是心死了。朕让你迁居长气宫，本是想让你离皇后远些，避开那些纷争。朕想等西山阅兵回来，就好好同你说说话，把镯子送给你，同你道歉。朕想告诉你，你可以去见孩子，以后朕会慢慢补偿你。朕金口玉言说过，若是再有孕，孩子便留在你身边。虽然安宁已经报给皇后，但朕可以为你破例，为了你，朕什么都可以破例。可现在呢？镯子碎了，你也不在了。一时心头悸动，似你温柔绽放，过处翩若惊鸿。温令宇，是否情字心里都空洞？一笔一画斟酌着风骚，甘愿卑微换个皇帝，过了为平庸。而你撑伞拥我入怀中。你就这么恨朕吗？恨到连一句道歉的机会都不给朕！啊！陛下，臣妾给您请安。温令宇，令宇，这是温令宇眼中的翩翩少年郎。可朕知道，朕早就不是当年那样了。朕是帝王，是丈夫，是父亲，是权衡利弊的棋子手，唯独不是这画中纯粹明亮的少年将军。朕辜负了温令宇的倾慕，不，朕连辜负都谈不上。朕根本从未珍视过那份倾慕。朕将温令宇的爱视作理所当然，视作政治联姻的附属品，视作一个懂事的妃子应有的本分。朕弄丢了一个曾经满心满眼都是朕的女子，弄丢了一份朕从未正视过的真心，而这份丢失永无可逆。
皇上，淑妃晕倒了。罢了，抬她回去吧。朕当时只觉得皇后过分，却未深想温丽玉有多痛。温丽玉那时刚生产不久，身子还虚着，跪在冰天雪地里，该有多冷多疼。连一句起来吧都利于施舍。朕当时在怕什么？怕皇后不高兴吗？可朕凭什么认定温丽的心就不会伤，不会痛？就因为她是后来者，就因为她是政治联姻，就因为她懂事。凌云，我等你回来娶我。凌云，你要是还在就好了。父亲，是为父的错，是为父当年送你入宫，以为能护住你，以为陛下至少会看在我的面上善待你。唉，是我天真了。不怪父亲。当年朝局不稳，文武对立，父亲送我入宫，是为大局，是为天下。女儿明白。孩子啊，你明白，你还受了3年的委屈。为父在江南巡查，听着京城传来的消息，知道你在宫中一切安好，却不知你跪血受辱，不知你孩子被夺，不知你被掌掴停鞭。是为父失察，是为父无能。父亲，女儿没事，都过去了。女儿现在只问父亲一句：您可还愿助我？你要如何？宫中大皇子萧绎与公主是我亲生。他们如今认苏荣淑为母，唤苏荣淑母后。父亲，我忍不了。苏氏是武将出身，与陛下有从龙之功。他日若萧绎登基，难道要认苏家为外祖？我温家辛苦扶持的朝局，难道要拱手让给苏氏不成？哼，自然不会。苏荣淑无德，不配为后，更不配为皇子公主之母。所以，我要陛下废后，我要帝后反目，要苏荣淑从云端坠落，要天下人知道谁才是皇子公主的生母。我要我受过的委屈一一讨回来。你想清楚了，一旦开始，便无退路。陛下若知你假死脱身，
是欺君大罪。父亲，他如今以为我死了，正愧疚着，痛苦着，此时不动，更待何时？至于欺君之罪，等皇后倒了，玉儿地位稳固，他即便知道，又能如何？难不成杀我？那他便真成了忘恩负义、诛杀功臣之女的昏君。父亲在朝中一日，他便一日动不了我。好，为父会助你。这3年来，苏家在朝中跋扈，打压文臣，结党营私，罪行累累。为父手中早有证据，只是碍于陛下情面，一直未动。如今是时候扳倒苏氏了。父亲，原来您早有准备。从你入宫那日起，为父就已经在准备了。帝王心术最难揣摩，为父不能将你的安危潜徙于陛下那点微末的联系之上。这些是护你的刀，也是护温家的盾。另于，为父只有你一个女儿，从前没有保护好你，是为父之过。往后你想做什么便去做，天塌下来有为父顶着。女儿，谢过父亲。起来吧，你身上的伤未好，先去休息。接下来的事，为父会安排。耶律臣，我女儿受的苦，你与苏氏该还了。陛下，臣御史林峰有本要奏。皇后苏氏无德，列有3条大罪。其一，身为中宫，伍子却强占妃嫔所出皇子宫女，假充嫡出，有欺君之嫌。其二，淑妃但遇皇嗣有功，皇后却令淑妃产后跪血，当众长马，有失仁德。其三，污蔑淑妃秽乱宫廷，无实证而用私刑，致淑妃禁足宫中，欲火不得出，有残害妃嫔之实。如此妒忌参残之辈，焉能母仪天下？焉能教导皇嗣？一派胡言！皇后贤德，6宫皆知。淑妃之死乃是意外，与皇后何干？尔等文臣惯会捕风捉影，污蔑中宫。下官是否有污蔑？陛下可派人详查。长信宫封宫手令是否为皇后所下？廷杖之刑是否为皇后所令？陛下，下官若半句虚言，愿以死谢罪。你放肆！够了！朝堂之上公然撕扯争执，尔等眼中可还有朕？林峰，你所言之事，朕自会查证。苏将军稍安勿躁。若皇后无辜，朕当然会还她清白。老臣领旨，臣领旨。
退朝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不对劲，陛下竟没有当场驳斥那御史，反而说要查证。福德海，奴才在。去查长信宫失火那夜的全部实情，151时给朕查清楚。是。陛下这是真要动皇后了。诸位，你们可曾听说，宫里那位淑妃娘娘本是温太师千金，那是何等的温婉贤淑。听说了，可惜红颜薄命，竟被那位生生欺凌致死。何止啊！听说连刚落地的孩子都不让见一面，大雪天还让人跪在雪地里。苏家更是了不得，仗着那点功劳，在军中横着走。就是，连皇后的用度都比以前奢靡了不知多少，这银子哪儿来的？流言，全是流言！去给本宫查，谁在背后嚼舌根？娘娘，流言如野火，烧得又快又猛，如今满京城都传遍了。温令祎，你人都死了，竟然还能弄出这么大的风浪！陛下，苏家侵占田产，欺压百姓，更有受贿卖官之实，桩桩件件，证据确凿，请陛下明察。胡说八道！苏将军前方杀敌，尔等后方构陷，分明是文臣嫉妒苏家军功，意图打压功臣。功是功，过是过，皇后无德，不堪为国母，请陛下废后，另择贤良。林峰，你再敢妄议皇后，休怪本将无情！淑妃娘娘温良显让，遭此横祸，天下文人无不动心。产后受刑，封宫不得出，此乃惨绝人寰之酷刑。原来温令瑜在宫中受了那么多委屈，原来那么多人知道温令瑜受了委屈，却在温令瑜活着的时候无人敢说，直到温令瑜死了，这些声音才敢冒出来，而朕竟是最后才知道的那一个。陛下口谕，请温太师入宫述职。各位大人请回吧，家主自江南巡查归来，哀魂李立，现已闭门谢客了。陛下还等着太师？家主病体难支，恕不能面圣。所有人都知道，父亲是心痛爱女之死，寒了心。陛下恕罪，老爷悲痛过度，已然病重不起，实在无法见驾。老爷说，他此生不求荣华，只求陛下还小女一个公道，让她死得明白。陛下，凤仪宫来报，皇后娘娘绝食2日了。娘娘说她要见陛下，告诉她，朕没空。是。令王，你若在天有灵，能听见，朕后悔了。启奏陛下，长信宫失火之事有了结果。讲。封宫手令确为皇后娘娘所下，奴才已去内务府核对，上面盖着凤印，并无差错。执行的嬷嬷也招认了，她说
皇后娘娘当时命他动刑，亲口说的是往死里打。此外，工部在清理火场时，于偏殿残留的胶木上发现了火油痕迹。火油，并非意外失火，而是人为纵火。可查到纵火之人。守城门的太监已经招认，失火前夜，皇后娘娘身边的长侍姑姑曾独自进过长信宫。她当时提着一只沉甸甸的食盒，出来时食盒却是空的。奴才已连夜将那姑姑拿下，关入慎刑司，动了刑。她招了。说，他说是皇后娘娘命他去的。食盒底层藏着火油和火折子，让他趁夜撒在偏殿帷幔后，等到了子时点燃引线。摆驾凤仪宫。摆驾凤仪宫。2天了，陛下竟然一次都没来。难道那些共生死的誓言，真的敌不过一个死人的影子？不会的，他爱的是我。当年在北疆，是我替他挡了那一剑。他发过誓，这辈子只爱我一人。一定是温仲卿那个老贼。温令虚死了，他便要拖我下水。这对妇女生来就是为了克我的。娘娘，陛下来了，御驾已经到凤仪宫门口了。陛下，您终于肯来看臣妾了。臣妾知错了，臣妾不该绝食惹陛下担心。可臣妾只要想到陛下不信臣妾，这心就跟被挖了一样疼。火是你放的。陛下在说什么？什么火？臣妾听不懂。长信宫的火，你命人撒火油，子时纵火，要烧死温令如，是不是？你命人撒火油，子时纵火，要烧死温令如，是不是？不是。陛下听谁胡说的？臣妾怎么会？你身边的姑姑已经招了，手令是你下的，停鞭是你命的，火也是你放的，你还想狡辩？他什么都知道了。他今天不是来安抚我的，是来要我命的。是我放的，那又如何？温令熙不该死，一个抢我丈夫的女人，一个用孩子拴住你的贱人。她活着，你眼里就永远有她，只有她死了，你才能回到我身边。朕从未离开过你，这给你的还不够多吗？后位、荣宠，这甚至把温令熙的孩子都给了你。可你把心给他了。叶绿尘，你看清楚，你爱上温令瑜了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爱上温令熙了，朕爱上了那个被朕当成容器、被朕伤得体无完肤的温令熙。爱上温令熙了。你看温令瑜的眼神不一样了，你会因为温令瑜跪雪而皱眉，会因为温令瑜的眼泪而烦躁，会因为温令瑜一句陛下可以多纳后妃而发怒。叶绿尘，你以为你掩饰得很好吗？我全都看出来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第二个孩子吗？不是因为我想养，是因为我想恶心温令瑜。我要他和心里没有他的男人行夫妻之事，生了孩子又被抱走。我要他尝尝什么是真正的羞辱。我要他知道，他永远只是个工具，永远别想得到你的心。可惜啊，温令瑜还是得到了。他是死了，但你为他痛苦，为他查案，为他来责问我。叶绿尘，你告诉我，如果他没死，你会不会有一天为他废了我？这还是那个陪朕征战沙场，在寒夜里为朕暖手的阿叔吗？这还是那个笑着说我只要你平安的阿叔吗？阿叔，朕给你的
是朕能给的全部。后位、尊荣，甚至温令瑜的孩子，朕以为这样就能补偿你，就能让你安心。可你想要的不是补偿，你想要的是朕全部的心，全部的爱，容不下一点分给旁人。朕给过你，在那温令瑜之前，朕心里确实只有你一人。那现在呢？现在陛下心里有谁？你看，你不说话，因为你知道你心里有他了。叶绿辰，你负了我！你发誓说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可你纳了他；你发誓说只爱我一人，可你心里有了他。我没有。你爱他，所以我要他死。我没错，我只是在捍卫我的东西。福德海，奴才在。将大皇子、小公主从凤仪宫抱走，送去乾清宫偏殿，由乳母嬷嬷照料。是。你要夺我的孩子！他们不是你的孩子，他们的母亲已经被你烧死了。叶绿辰！我恨你，我恨你们！这痛，不是为了苏柔淑此刻的绝望，而是为了那段曾经在北疆风雪中互相扶持，最真挚却终究被权力和欲望磨灭的少年情谊。兰因絮果，不过如此。走吧。父皇，陛下，那是臣妾的孩子，为什么？求你让臣妾看一眼。那时候朕只觉得温令瑜不懂事，觉得他阻碍了朕安抚皇后的计划。现在想来，那是何等碎心裂肺的骨肉分离之痛。玉儿，你知道淑妃娘娘吗？淑妃娘娘是那个总来请安，但母后不让我见的娘娘吗？她不是那个娘娘，她是你的生母。生母？就是生下你的人。皇后娘娘养育你，是母后。但淑妃娘娘是把你带到这世上来的人。那淑妃娘娘现在在哪里？她去了很远的地方。不回来了吗？不回来了。父皇，你很难过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父皇的眼睛红了。嬷嬷说，大人眼睛红了就是难过了。这笑容真像令瑜。陛下，好好养着身子，这孩子从此是皇后的嫡子，温令妃莫要多想。玉儿，你的生母，她会画画，画得极好，画里的山水像真的一样。令瑜爱读书，从前在京城里她是第一才女。她性子温柔，入宫这3年，从不对人发脾气，她也从未做过一件坏事。朕竟然记得这么多，记得她爱穿那件如水般的青色衣裳，记得她伏案写字时总是习惯微微歪头，记得她喝苦药时会轻轻皱眉。令瑜，原来你笑的时候左边嘴角那个极浅的梨涡，朕一直都记得。父皇，淑妃娘娘她喜欢玉儿吗？喜欢。
他很喜欢你，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你和妹妹。那他为什么不要玉儿了？为什么不来看我们？不是他不要你，是父皇做错了事，把他赶走了。父皇做错了什么，让生母这么生气？朕错在把她当成安抚温家的棋子，错在理所当然的挥霍她的真心，错在那晚对她说出那么绝情的话。朕错在醒悟的太迟，而你再也不肯等朕了。父皇，等淑妃娘娘回来了，玉儿会乖乖的，不惹她生气。好，可朕知道，她回不来了，永远回不来了。少年夫妻，生死与共，最终落得这般结局，是朕之过，还是命运弄人？从今往后，这深宫之中，再无人会在朕批奏折时悄悄送来羹汤，再无人会在朕疲倦时轻声问一句：“陛下可要休息？”那个曾真心爱过朕的女子，被朕亲手推入了深渊，而朕将用余生去悔恨，去怀念，去偿还这份永远无法偿还的债。陛下，您可曾有一刻真心待过我？纵被无情弃，不能休。这句是我写错了，不该是不能休，该是不必休。因为从未得到过，谈何被弃？绿雨，是汗还是泪？陛下，公主殿下夜啼，扰了陛下安寝，奴婢罪该万死。无妨，给朕吧。这是母妃当年哄朕入睡的曲子，此早忘了，只剩下这断续的调子。陛下，公主殿下这半月来夜啼越发频繁了，白日里也睡得不安稳，老奴瞧着如何？老奴给公主换尿布时，发现屁股上有一小块青紫，像是被掐出来的。你说什么？老奴不敢隐瞒，那青紫痕迹已有好些日子了，就在左边臀瓣上，分明就是指甲印子。起初老奴以为是胎记，可这几日眼见着淡了些，胎记是不会散的。何时发现的？满月那日晚上，老奴给公主沐浴时就看到了，可那时公主养在皇后娘娘宫中，老奴人微言轻，实在不敢声张。淑妃莫怪，公主认生。生恩真不如养恩大呀！淑妃到底年轻，连孩子都抱不好。原来是皇后在递出孩子前，暗中掐了她。令宇，你那时看着哭泣的孩子，听着那些讥讽，心里该有多痛？你把所有的委屈都吞进了肚子里，而朕竟还当众给你难堪。下去吧。对不起，父皇，对不起你们，对不起你母亲。端义、端方贤淑，懿德永昭。令宇，朕许你的皇后之位，你配得上。可这迟来的追封和哀荣，对你又有什么意义？活着时未曾给你半分尊重，死了才想起补偿。叶绿尘，你真是讽刺。太师节哀。陛下召老臣入宫，不知有何事？朕追封令瑜为后，改葬帝陵，
太师可知道了？知道了，老臣带小女谢陛下隆恩。朕想多知道一些他的事。他入宫前是怎样的？陛下想听什么？什么都好。他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，平时做些什么，朕想知道。令愚自幼聪慧，3岁能背诗，5岁能作对，7岁便能写文章。但他不喜张扬，总说女子有才当藏于内，不必示于人前。他爱读书，尤爱史书，曾说读史可知兴替，可明得失。入宫前，他房中的史书堆了满架。朕竟从未见他在宫里读过史书，他只在朕面前做个温顺的妃子。他善画，尤善山水人物。陛下那幅画像是他入宫前最后一幅画。画完后，他对着画看了很久。老臣问他画的是谁，他只说是一个英雄。他性子外柔内刚，表面温顺，骨子里却有股读书人的傲气。老臣曾担心他这般性子入宫会吃亏，他只说女儿明白，会谨守本分。老臣现在才知，他那句会谨守本分不是顺从，是心死。他将所有的傲气，所有的棱角都收了下来，做一个陛下想要的懂事的妃子。可陛下知道吗？他从前不是这样的。他会因不公之事与人争辩，会因喜欢一首诗而欢喜整日，会因画好一幅画而眉眼弯弯。是朕辜负了他。不是辜负，陛下从未给过他承诺，何来辜负？是他自己错付了真心。老臣今日来还有一事，这是朝中大臣联名上书的废后奏折，共37人署名，请陛下过目。陛下，老臣恳请陛下为小女讨一个公道，也为天下人立一典范。后宫之中，不容残害妃嫔、德行有亏者居高位。太师请起，朕以下废后诏书：苏氏废为庶人，迁居冷宫，非死不得出。至于追封令愚为后，朕知道这补偿来得太迟，也无意义，但这是朕唯一能做的了。我要帝后反目，要皇后从云端坠落。令愚，你的目的达到了。陛下，老臣斗胆问一句，若小女没死，陛下当如何？臣妾明白。若温令愚没死，朕该怎么做？道歉、补偿，让他抚养萧玉和安宁，给他应有的尊重。可这些，温令愚还会要吗？那个心死如灰的温令愚，还会给朕机会吗？这我不知道，但朕会尽力弥补。陛下，老臣告退。太师慢走。当年先帝还在时，曾对我说，承熙这孩子重情义是好事也是坏事，太重情易被情所困，易因情误事。如今看来，先帝说对了，耶律臣困在了对皇后的愧疚、对温令愚的悔恨之间，进退两难。而这困局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，怨不得旁人。令愚，你看到了吗？他后悔了，可后悔有什么用呢？伤已经在了，疤永远都在。娘，宫里传出来的消息，陛下废后了，苏氏被贬为庶人，打入冷宫。娘娘不高兴吗？高兴，为何不高兴？娘娘，这下好了，小殿下和公主终于能光明正大的认您做母亲了。等过些日子，您风头过了，或许还能什么？回宫继续做他的妃子。碧兰，你觉得我赢了吗？自然赢了。
皇后倒了，陛下追封您为后，孩子们也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认您做母亲了。他见到你，说了什么？问我你从前的事，问你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。我问他，若你没死，他当如何？他说不知道，但会尽力弥补。弥补？拿什么弥补？追封一个死人，废一个活人，这就是弥补？令尹，为父今日看着他，确是真切的悔恨。你若此刻回头，或许……回头？父亲，回哪儿去？回那个跪在雪地里求他看一眼孩子的淑妃，回那个被掌管还要说谢娘娘教导的妃嫔，回那个看着亲生儿女唤别人母后，连抱一下都要被说成手脚笨拙的可怜锤。父亲，您教我读史时说过，史书上的女子若心软回头，多半没有好下场。我只是想明白了，这宫里要么被人踩在脚下，要么把人踩在脚下。我选了第二条。你想怎么做？苏氏已废，冷宫是他最好的归宿。至于陛下，他欠我的，我要一笔一笔讨回来，但不是用眼泪，不是用哀求，是用手段，用脑子，用他不得不给的东西。你要什么？尊严。我要他当着天下人的面承认我是皇子公主的生母，承认这3年的亏欠，承认他错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要育儿成为名正言顺的太子。父亲，这江山将来是我儿子的，也是温家的，我不争，难道让给苏家的余党，让给将来可能出现的其他妃嫔？灵儿，你变了。所以您问我是否想清楚了？我想得很清楚。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，进一步或许还能挣出一条生路。那你的生路在宫里？我的生路在我自己手里。宫里宫外有什么区别？只要玉儿在，只要温家在，我在哪里都能活得好。父亲，我知道您担心我，但请您信我，这一次我不会再任人宰割了。好，为父帮你。谢谢父亲。父亲，接下来我们要做3件事。你说。第一，借着废后的风头，在朝中彻底清算苏家的势力。武将那边，父亲或许不便直接出手，但文臣这边，该弹劾的弹劾，该削权的削权，一个不留。此事已在办。第二，联络宗室和老臣，上奏请立太子。陛下如今正愧疚，又无其他子嗣，此时请立玉儿是最好时机。第三呢？第三，我要回宫。现在？还不是时候。等太子之位稳固，等苏家的余党清理干净，等陛下毁到极致的时候。那时你回去以什么身份？那时皇帝不会在意我的身份，他会给我一个天下人也说不出不是的身份。父亲，我要他明知道我在算计，却不得不配合。我要他明知道我在利用他的愧疚，却心甘情愿。我要他余生都活在悔恨里，却还要对我感恩戴德，因为这是他欠我的。令宇，这深宫3年，还是将你从温婉的才女磨成了一柄淬毒的刀。令宇，你恨耶律晨吗？恨过，但现在不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恨太累，恨一个人要花心思，要耗力气。我不愿意再为耶律晨浪费任何情绪。我现在做的这一切，不是为了报复，是为了赢回我该得的尊严，赢回我儿子的江山，赢回我温家的未来。至于耶律晨，就让耶律晨活在悔恨里吧，那是耶律晨该受的。
玉儿的眼睛想起了令玉，若是令玉能亲眼看到这一幕，该有多好。去年此时，令鱼还坐在那个位置，安安静静的看舞听曲。那时朕从未多看令鱼一眼，如今想看了，人却不在了。陛下，陛下，温府递了折子进来。准备叫点，不，备马，朕要出宫。令玉，像是做梦，又像是我醒了。令玉，是你吗？臣妾参见陛下。你没死，你没死，太好了，你还活着。是，臣妾没死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瞒着朕？你知不知道，朕以为你真的死在那场火里了，朕以为这辈子再也……陛下以为如何？以为臣妾真的死在火里了，还是以为再也见不到臣妾了？那陛下有没有想过，臣妾当时是真的想死呢？他回来了，但那个曾经满眼都是朕，会因为朕一个眼神而娇羞的温令鱼，真的死在那场大火里了。令鱼，对不起，是朕害了你。陛下没有对不起臣妾，是臣妾以前太不懂事，让陛下和皇后娘娘为难。朕已经把玉儿和安宁接出来了，他们在长春宫，朕每天都亲自去看他们。你不知道，玉儿现在可能干了，她会背诗了。安宁也长得很快，已经会满地爬了。朕每天都守着他们，给他们讲你的事，讲你喜欢的书，讲你喜欢的话。玉儿，安宁，令宇，朕有一件事，这半年来一直压在心里，没敢煽动。之前安宁的名字是苏氏那个贱人取的，朕心里从未真正认下那个名字。这半年多，朕虽然一直叫她安宁，但朕只拿那当个乳名。朕想着，她是朕与你的血脉，必须得有一个正经的名字。这名字理应由你这个亲生母亲来取。令宇，在这个世上，只有你有这个资格。如果你不喜欢安宁这2个字，咱们立刻就换。你想换成什么都行，哪怕是让朕改宗人父的族谱，只要你喜欢，只要你能消气。只要你能回来，朕什么都愿意还给你。知识不，这是我应得的，也是耶律臣该还的。怀瑾，什么？就叫怀瑾吧。怀瑾或鱼，臣妾希望他将来能长成一个真正的明珠，不要像臣妾一样明珠暗投，自取其辱。好，听你的，就叫怀瑾。传朕旨意，端义皇后当年遭奸人陷害，假死脱身，如今真相大白，即刻迎回宫中。没有人敢反驳。苏氏还在冷宫，涉案工人尽数处死，这后宫再没人敢挡我的路。玉儿，这是你母后。庭中人若难圆，何能带你望天边？千里千百遍。母后，父皇说你去了很远的地方，你真的回来了吗？母后回来了。所有的委屈
在这一刻都值了。但愿只喜于孩子。令宇，朕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给朕一个机会？陛下说什么呢？臣妾现在不是很好吗？可是朕想补偿你，想回到从前。陛下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我们现在这样，不是很好吗？朕这一生最后悔之事，便是负了令玉。今年江南春训如何？回太后，奏报上说春训平稳，漕运通畅，万民都感念新帝与太后圣恩。深宫18年，从淑妃到太后，这条路最险，但我终究是走到了。太后娘娘，冷宫那边传来消息，那位想见您最后一面。苏氏是，太医说就这2日了，说是回光返照，清醒了不少。走吧，去看看老朋友。我听说他死了，死的时候是不是在叫你的名字？一定是的。他总觉得亏欠你。苏荣珠，你还是这副模样。看着你一步步往上走，看着你的儿子当太子，着你当太后，而我像条狗一样烂在这里。那是你应得的。应得，是我应得，我活该。可你呢，温令瑜？你这15年真的快乐吗？重要吗？重要。我要知道，我输了，但你也未必赢。你这太后当的风光，可你心里呢？你爱过的人恨你，你恨过的人死了，你这辈子注定是孤家寡人。苏荣珠，你错了。我从没想过要赢谁，我要的从来只是活着，有尊严的活着。18年前入宫，我只想要一点真心，后来发现没有，我就想要尊严。可连尊严都没有时，我就只能要权力。权力很重，很冷，但它能护住我想护的人，能让我站着说话，能让我不必再跪。你说的对，我这太后当的不快乐，但至少我不必再怕了，不必怕跪血，不必怕长国，不必怕孩子被抱走，不必怕哪一天就无声无息地死在冷宫里。你问我快不快乐？我告诉你，比起18年前那个跪在雪地里连哭都不敢大声的温令瑜，现在的我好太多了。对不起。3日后，苏氏病逝于冷宫，吴世浩不入妃陵。同月，太师致仕还乡。
母后这是想去江南住些日子。你外祖父年纪大了，我去陪陪他。母后，父皇临终前，儿臣在侧，他最后一句是告诉令医，对不起。知道了。母后，您恨父皇吗？不恨。真的？真的。恨太累了，叶绿尘。当你用尽余生去悔恨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再为你浪费任何情绪了。现在的我，只属于我自己。